你家一定也吵過這一題。晚餐吃到一半，媽媽端出一盤切好的芒果，爸爸馬上把筷子放下來，說：飯還沒吃完就吃水果，空腹吃水果傷胃啦。媽媽白他一眼，說：你才亂講，飯後吃水果才糟糕，東西全部堆在胃裡面，水果壓在最上面出不去，會發酵，會脹氣。一個說飯前吃傷胃，一個說飯後吃脹氣。這兩派人馬，從你小時候吵到你自己都當阿公阿嬤了，整整吵了30年，誰也不讓誰。最妙的是，兩邊都講得頭頭是道，一邊搬出空腹果酸刺激胃壁，一邊搬出食物在胃裡腐敗，聽起來都好像很科學。可是你冷靜想一下，如果飯前吃也錯，飯後吃也錯，那水果到底要什麼時候吃？難道要3更半夜爬起來，躲在廚房偷偷吃嗎？今天這一集，我要把這場吵了30年的餐桌大戰做個總整理。我會把飯前派、飯後派的說法一條一條攤開來檢查，看看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以訛傳訛，傳了幾十年的都市傳說。先偷偷跟你說個方向，肝膽腸胃科醫師被問到這一題的時候，答案常常讓兩派同時傻眼，因為醫師會說，你們2個都不完全對，水果什麼時候吃，關鍵根本不是看時鐘，而是看你是誰。血糖偏高的人有他的最佳時機，胃食道逆流的人有2個時段碰都不要碰。想減重的人策略又跟前面2種人完全相反。同一顆蘋果，隔壁老王吃對了是保養，你吃錯了，好處直接打對折，甚至還幫倒忙。更重要的是，影片的最後我要揭曉一個比什麼時間吃重要100倍的真相，還有一個超好記的分量公式，用你自己的拳頭就能算。醫界普遍認為，台灣人吃水果真正吃錯的地方，根本不是時間，而是另一個天天發生卻幾乎沒有人注意的盲點。很多人天天吃水果，自以為很養生，其實方向從第一步就歪掉了。這支影片看完，你家那場30年戰爭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停戰。先別急着滑走，我們一段一段慢慢來。好，先來辦第一個案子。飯前派說的空腹吃水果傷胃，這句話是哪裡來的？追根究底，這個說法有2個來源。第一個是老一輩的親身經驗，以前的人空腹啃了很酸的橘子、鳳梨或是沒熟的柿子，胃真的會不舒服，刺刺的、悶悶的，所以就得出結論，空腹吃水果傷胃。第2個來源更具體，就是柿子。傳統上一直流傳空腹不能吃柿子，這件事其實有幾分道理，因為沒有成熟的柿子含有大量單寧，碰到胃酸有機會凝結成塊。醫學上真的有柿實這種東西，嚴重的還要開刀拿出來。所以你看，飯前派不是憑空亂講，他們手上是真的有證據的。但問題出在哪裡？問題出在以偏概全。膳磷含量高到會出事的，主要就是沒熟的柿子這類少數水果，而且通常是空腹一次吃一大堆才有風險。可是這個特例被放大成所有水果空腹吃都傷胃，這就冤枉了。你想想看，你的胃本來就是一個強酸環境，胃酸的酸度比檸檬汁還要強，水果那一點果酸進到胃裡，就像拿一杯溫水倒進滾燙的湯裡，根本掀不起什麼波瀾。對一個腸胃健康的人來說，空腹吃蘋果、吃芭樂、吃香蕉，胃一點感覺都沒有。真正空腹吃水果會不舒服的，通常是本來就有胃炎、胃潰瘍、胃食道逆流的人，那是胃本身有狀況，不是水果的錯。水果只是那個被抓來頂罪的替死鬼。那飯後派呢？飯後吃水果會在胃裡發酵腐敗，這個說法來頭更有趣。它其實是從國外一種叫食物分開吃的自然飲食理論傳過來的，主張不同食物要分開吃，說水果消化最快，飯後吃會被前面的飯菜堵住，卡在胃的上層出不去，然後在攝氏37度的胃裡面開始發酵，變酸、變質，產生氣體，所以你才會脹氣。這個畫面感很強，聽起來超合理，對不對？可惜這個理論忽略了一件事，你的胃不是釀酒桶，發酵需要細菌安安穩穩的工作，但胃是強酸環境，絕大多數細菌進去就被消滅了，根本沒有機會開派對。食物在胃裡是被胃酸和蠕動混合成粥狀，
慢慢排進小腸，沒有什麼水果卡在上層腐敗這種事。那為什麼有些人飯後吃水果真的會脹？2個原因。第一，你正餐已經吃到10分飽了，再硬塞一碗西瓜進去，胃被撐得滿滿的，當然脹，這是量的問題，不是順序的問題。你飯後再塞一碗白飯也一樣脹。第二，有些水果像蘋果、西瓜、芒果、水梨，含有比較多容易產氣的糖類，腸胃敏感、有腸燥狀況的人吃了氣就特別多，這是體質對食物的問題，還是跟時間無關？所以你發現了嗎？吵了30年的兩派，各自抓着一個特例，把它放大成全民守則。飯前派抓着試紙和胃病患者，飯後派抓着吃太飽和腸燥體，兩邊都對了一小塊，也都錯了一大片。那真正的答案是什麼？我們先從最簡單的族群講起，腸胃健康的一般人，如果你腸胃好好的，沒有糖尿病，沒有逆流，體重也正常，那我要跟你講一句可能會讓你愣住的話，水果什麼時候吃，對你來說根本不是重點。飯前吃可以，飯後吃可以，2餐中間吃也可以。你的消化系統是專業的，它運作了幾十年，不需要你幫它排班。真正的重點是什麼？是你有沒有吃到，吃了多少，用什麼形式吃，這才是台灣人的痛點。醫界估計，台灣大概有8-9成的成年人水果吃不到每天的建議量。你回想一下自己這一個禮拜，有幾天是真的有吃到水果的？很多人家裡不是沒有水果，是水果都在冰箱裡走完它的一生。禮拜六去菜市場，看到芭樂漂亮，葡萄便宜，買了一大袋放進冰箱，然後每天下班累得要死，誰有力氣削水果？等你想起來的時候，香蕉已經黑了，水梨已經軟了，最後整袋進了廚餘桶。這才是最常見的水果吃錯，不是時間錯，是根本沒吃。所以对健康的你來說，與其糾結飯前飯後，不如把力氣花在怎麼讓自己方便吃到。水果買回來先切好分裝，放在冰箱最顯眼那一層，挑洗一洗就能啃的，像芭樂、小番茄、香蕉、蓮霧，比要削要包的更容易被吃掉。時間你開心就好。再教你幾招實際的吃飽飯。全家還坐在餐桌上聊天的時候，就把水果端出來，大家順手就吃了，比各自回房間之後再叫人來吃有效100倍。上班的人早上出門抓一根香蕉、一顆芭樂丟進包包，下午3、4點肚子餓的時候拿出來啃，取代你本來要去超商買的麵包和餅乾。一來一回，糖少了，纖維多了，1個月下來身體就有感。你看，這些才是值得討論的事，跟飯前飯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但是注意這個但是，上面這段話只適用於健康的人。只要你屬於接下來要講的3種身份之一，時間就從不重要變成非常重要。第一種人就是全台灣最龐大的族群，血糖偏高的人。台灣的糖尿病人口，醫界估計已經超過200萬人，還沒算進去的糖尿病前期，血糖偏高族群更是多到數不完。如果你的健檢報告上血糖那一欄出現過紅字，請把接下來這段聽3遍。水果對血糖族來說是天使也是魔鬼。天使的部分，水果有纖維、有維生素、有植化素，該吃。魔鬼的部分，水果的糖是真的糖，果糖、葡萄糖、蔗糖都有，吃進去血糖就是會動。而決定它是天使還是魔鬼的關鍵，剛好就是時間跟形式。先講時間，血糖偏高的人最不適合的吃法就是空腹單獨吃水果，尤其是空腹吃高甜度的水果，像西瓜、荔枝、龍眼、熟透的香蕉。因為空腹的時候，胃裡沒有別的東西擋着，水果的糖像坐高鐵一樣直達小腸，咻一下全部吸收，血糖就跟雲霄飛車一樣往上衝，衝上去之後又摔下來，摔下來你又餓又累又想吃東西，惡性循環。那血糖族的最佳時機是什麼？答案跟你的直覺可能相反，跟正餐一起吃，或是緊接在正餐之後吃。你可能會想，飯已經有糖了，再加水果，血糖不是更高嗎？總量當然要控制，但重點是波動。正餐裡的蛋白質、油脂、纖維，像一群保全人員，會把水果的糖攔下來，慢慢放行。
讓血糖上升的速度變得平緩。同樣一份芭樂，空腹單獨吃，血糖是一根尖尖的山峰，跟着有肉有菜的正餐一起吃，血糖是一個緩緩的小山丘。對血管來說，天天坐雲霄飛車和天天散步爬小坡，10年後是完全不同的結果。講到這裡，我想到一位68歲的陳大哥，退休之後很認真養生，他聽人家說早上空腹吃水果最好吸收，於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把蘋果、鳳梨、香蕉、木瓜通通丟進果汁機，打一大杯綜合果汁，空腹喝下去，喝完才吃早餐，覺得自己健康得不得了。3個月後回診，糖化血色素不降反升，他整個人傻在診間，跟醫師說：“我天天吃水果，怎麼會這樣？”醫師只問他一句話：“你是用喝的還是用咬的？”陳大哥才知道，他犯了血糖族的2大忌：第一，空腹單獨吃；第二，打成果汁。水果一打成汁，纖維被打斷，細胞壁被打破，糖分吸收得更快，而且一大杯果汁隨隨便便就是3-4份水果的糖，你用喝的3-2口就下肚，完全沒有飽足感。後來陳大哥改掉習慣，水果改成正餐飯後吃，用咬的，一次1個拳頭的量，再回診的時候數字就慢慢回穩了。同樣是吃水果，時間和形式一改，結局完全不同。血糖族還有一個挑水果的小訣竅，優先選芭樂、小番茄、奇異果、柳丁這種甜度比較低、纖維比較多的，西瓜、荔枝、龍眼、榴蓮這種甜度爆表的，不是不能吃，是量要砍半，而且一定要跟着正餐。還有一個細節很多人不知道，同一種水果熟度不同，對血糖的影響也不同。香蕉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越熟越甜，糖分越容易被快速吸收，表皮還帶一點綠的香蕉，澱粉結構比較完整，血糖上升就相對平緩。所以血糖族買香蕉，不要挑全黃帶斑點的，挑微綠的，一樣是香蕉，身體的反應差一截。好，血糖族講完了，接下來這種人更常見，10個台灣人裡面差不多有2-3個中獎，胃食道逆流、火燒心、胸口悶、喉嚨卡卡、半夜被酸醒，這些症狀你應該不陌生。台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率，醫界估計大概每4個人就有1個。如果你是其中之一，水果的時間對你來說就是地雷圖。有2個時段，請你用熒光筆圈起來避開。第一個時段，早上空腹，逆流族的食道黏膜本來就常常被胃酸攻擊，處於受傷、敏感的狀態。這時候，你空腹來一杯柳橙汁，一盤鳳梨，幾顆百香果，等於在傷口上撒檸檬汁。酸性比較強的水果，像柑橘類、鳳梨、檸檬、百香果、奇異果，還有嚴格來說算蔬果之間的番茄，空腹吃下去，很多逆流族馬上就有感覺，胸口開始燒。不是這些水果不好，是你的食道現在經不起。第2個時段，睡前3小時之內，這個更多人中，晚上吃飽飯，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切一盤鳳梨，剝一顆柳丁，吃完10點多，躺下去睡覺。你躺平的時候，胃裡的東西少了地心引力幫忙，賁門又鬆，胃酸和食物就容易倒流回食道。水果又偏甜偏酸，有些還會讓賁門更放鬆。所以逆流族的睡前水果等於自己把逆流的門打開。很多人跟醫師抱怨半夜火燒心，追問下去，兇手常常就是睡前那一盤水果。那逆流族要怎麼吃？把水果移到白天，最好是餐後，跟着食物一起稀釋酸度，減少刺激。挑選上香蕉、木瓜、蘋果、芭樂這種低酸的優先，柑橘、鳳梨這種高酸的，等你的逆流控制穩定了，白天餐後少量試，身體沒抗議再慢慢加。記住口訣，逆流族避開一早空腹和睡前3小時，這2個時段的水果對你來說是扣分，不是加分。講完要避開飯前的逆流族，接下來這一族剛好完全相反，他們反而要專攻飯前。隨想減重的人，如果你正在控制體重，水果的最佳時機就是飯前，大約飯前30分鐘左右。邏輯很簡單，先用低熱量、高纖維、高水分的水果，
把胃的空間先佔走一部分，等你坐上餐桌，飽足感已經有3-4成，正餐自然吃得少。研究發現，餐前先吃一份低熱量水果的人，正餐吃進去的總熱量會明顯減少。這不是意志力，這是物理。實戰場景給你，中午去自助餐店，先不要急着進去，先把包包裡準備好的芭樂拿出來啃完，再進去夾菜。你會發現，你看到炸排骨的眼神都不一樣了，夾菜的手自動變保守。晚上要聚餐吃合菜，出門前先吃一顆蘋果，到餐廳你就有本錢慢慢吃，挑着吃，不會餓虎撲羊。早餐店也一樣，出門前先啃幾顆小番茄，到了店裡你就比較不會鐵板麵加大再加一杯大冰奶。但是減重族要注意，飯前策略的水果是有指定名單的，芭樂、蘋果、小番茄、水梨這種低熱量高纖維的才有效。你如果飯前先來一碗荔枝，一盤西瓜，那不叫墊胃，那叫加點。糖分高的水果放在空腹吃，血糖衝上去又掉下來，反而讓你在正餐的時候更餓，吃更多，完全反效果。講到這裡，有一種吃法我一定要單獨拉出來警告，因為它表面上看起來是減重神招，實際上是大坑。每年夏天都害慘一堆人，就是水果當晚餐。夏天天氣熱，很多人晚上沒食慾，想說反正要減肥，晚餐乾脆不吃了，切半顆西瓜，來一大盤芒果，吃得又飽又爽，又覺得健康。錯，這是3重陷阱。第一重，糖爆量，半顆西瓜的糖比一碗白飯還多，你以為你在輕食，其實你在吃糖。而且水果的果糖有個特性，它主要靠肝臟處理，一次大量湧進來，肝臟處理不完就轉成脂肪存起來，三酸甘油酯就上去了。脂肪肝也是這樣一步一步養出來的。很多不喝酒的人檢驗出脂肪肝，想不通，兇手常常就藏在每天那一大盤水果裡。第二重，蛋白質掛零，晚餐只吃水果，這一餐的蛋白質幾乎是零。中年以後最怕的就是肌肉流失。肌少症不是老了才開始，是450歲就在悄悄進行。你用水果餐減掉的體重有一大部分是肌肉，肌肉一掉，代謝變差之後復胖更快，胖回來的還全是脂肪，越減越虧。第三重，餓得快，水果消化快，晚上8點吃的西瓜，10點就餓了，11點你就站在超商的關東煮前面掙扎，最後多吃一輪宵夜，總熱量反而更高。我再講一位62歲的林大姐，她夏天連續2個月晚餐只吃水果，體重確實掉了2公斤，她開心得不得了，到處跟姐妹推薦。結果健檢報告出來，三酸甘油酯紅字，脂肪肝從輕度變中度，肌肉量還掉了，體重計上的數字變好看，身體裡面卻在走下坡。後來她把晚餐改回來，有蛋，有豆腐，有青菜，水果變成飯後1個拳頭。半年後脂肪肝退回輕度，人也比較有力氣了。記住，水果是配角，它永遠不能取代正餐，一取代就出事。好，講到這裡，該來揭曉最後的答案了。這場吵了30年的飯前派對決，飯後派，如果你去問肝膽腸胃科醫師，很多醫師會給你一個讓兩派都下不了台的結論。這一題本身就是個假議題，因為對大部分健康的人，時間根本不是關鍵。對特殊族群，答案又因人而異，根本沒有一個全民統一的標準時間。真正的兇手，那個讓台灣人水果吃了沒效，甚至越吃越糟的真兇，從頭到尾都不是時間，而是2個字：分量，還有他的雙胞胎兄弟。形式，先講分量公式，超好記，1天2份，1份就是你自己的一個拳頭大，或是切塊裝進碗裡，大概8分滿，1天2個拳頭，就這麼簡單。不管你是飯前派還是飯後派，只要1天總量抓在2個拳頭，形態是用咬的圓形水果，你已經贏過大多數人了。低於這個量，纖維和植化素不夠；高於這個量，糖就開始超載。那些天天一大盤，把水果當開水喝的人，看起來養生，其實是把天然的糖吃到爆表。記住一句話，天然的糖也是糖。再講形式，3個原則。第一，吃原形不打汁。前面陳大哥的故事你還記得，一打成汁，纖維斷了，糖變快了，量變多了，飽足感沒了，4個全輸。超商架上那些包裝果汁就更不用說了，
很多根本是糖水加香料。第二，能帶皮就帶皮，芭樂帶皮，蘋果洗乾淨帶皮，葡萄連皮吃，很多營養素和纖維都集中在皮附近，你削掉的常常是精華。第三，當季多色輪足吃。台灣是水果王國，一年四季都有便宜又新鮮的當季水果，紅的番茄，橘的木瓜，綠的芭樂，紫的葡萄，顏色換着吃，植化素才吃得全。不要一輩子只認識香蕉和蘋果。還有一個很多人沒想過的點，現在的水果跟你小時候吃的不一樣了。這幾十年台灣的農業技術太強，水果一代比一代甜。以前的土芭樂澀澀的，現在的珍珠芭樂甜得像糖果。所以阿公阿嬤那個年代水果多多益善的觀念放到今天要打個折，因為今天的水果甜度早就不是同一個等級。最後快問快答，回答幾個最常被問的問題。第一題，早上的蘋果是金蘋果，晚上的蘋果是毒蘋果，真的嗎？假的，這是流傳很廣的說法，但人的腸胃沒有這種上下班時間，同一顆蘋果的營養不會因為太陽下山就變成毒藥。晚上吃水果唯一要注意的是逆流族避開睡前3小時，還有不要過量，如此而已。第二題，糖尿病是不是完全不能吃水果？不是，血糖高的人更需要水果的纖維和植化素，重點是跟正餐一起吃，選低甜度的，一天不超過2個拳頭，絕對不打汁。完全不吃水果反而少了一層保護。第三題，水果乾，蜜餞可以取代水果嗎？不行，水果一烘乾，水分走了，糖濃縮了，同樣一小把，糖是新鮮水果的好幾倍，很多還額外加糖，嘴饞可以吃一點點，但它是零食，不是水果。第四題，飯後吃水果幫助消化，是真的嗎？半真半假。有些水果像木瓜、鳳梨、奇異果含有天然酵素，理論上對分解蛋白質有一點點幫助，但量不多，別期待它是消化藥。真正幫助消化的是你細嚼慢嚥，吃到7、8分飽就停筷子。第五題，空腹吃香蕉會傷心臟，是真的嗎？基本上是誇大出來的。這個說法是說香蕉的鉀很高，空腹吃會讓血液裡的鉀飆高，影響心臟。但只要你的腎臟功能正常，多餘的鉀身體自己會排掉，一根香蕉根本掀不起風浪。運動員空腹吃香蕉的多的是。真正要對鉀小心的是腎功能不好，正在洗腎的朋友，那是另一回事，要跟你的醫師和營養師討論。一般人空腹吃香蕉，放心。第六題，飯後到底要隔多久吃水果？如果你是健康的人，聽好，不用隔，飯吃完直接接水果，完全沒有問題，胃不會抗議，營養也不會打架。所謂要隔1小時、隔2小時的說法，都沒有可靠的根據。與其設鬧鐘算時間，不如把心力放在今天的量有沒有超過2個拳頭。好，重點帶回家，就3件事。第一件，健康的人水果飯前吃飯後吃都可以，別再吵了，重點是有吃，吃原形，吃夠量。第二件，看生分調時間，血糖高的跟正餐一起吃，不空腹單獨吃，不打汁，胃食道逆流的避開一早空腹和睡前3小時，想減重的飯前30分鐘吃低糖高纖的。第三件，記住公式，一天2個拳頭，能帶皮就帶皮，果汁和果乾都不算數。你家是飯前派還是飯後派？你自己最愛的又是哪一種水果？